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啊。上次给大家介绍了中科院宁波材料所何日老师的文章啊。那么上次介绍的时候呢，因为没搜到他的资料，我说他可能是材料所的博士生或者博士后啊。实际上我说错了啊。何老师是材料所的副研究员，过去也发过不少顶刊的文章。那上次的论文呢，他们从选题到投稿呢，历时28天，可以说精心准备。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这是偏向于导的最优秀的论文之一啊。当然我说了不算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吧？我的 B 站关注才2000多，和可爱的博士差不多啊。但是宁波所的那个视频观看量竟然到了5万多，我操，已经6万多了，太不可思议了！我这样的小号，垂直度这么高的话题，怎么有这么多人看呢？那不是说全国的导派只有1000多人吗？哇塞，难道现在流行这个看论文的节目了吗？人民群众的这个文化水平提高那是相当的快啊。话说呀 ，ACS 就是美国化学协会上刚刚发了一篇美国西北大学的论文，提出了铅磷灰石掺杂的非常多的其他可能。那论文的4位作者我们看一下。那第一位作者呢叫 Michael Y. Toriyama 那么他就这位根据他的 email， 他属于美国西北大学那第二作者呢是叫程维里，他属于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第三作者叫Jeffrey Sandor 这可是一位大神他是西北大学。通讯作者呢叫Parashun Gara， 他是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大家看到的是他们的谷歌学术数据前2位可能都是比较年轻的研究员属于正在筑基桌的修炼者通信作者呢，这个 Parashun Gara 呢是科罗拉多矿业学院的副教授，他是一位金丹期的大佬第三作者就这位，这可是一位先帝级的大佬在我们介绍过的科学家里边比他谷歌学术的这个高的好像只有1、2位我们耳熟能详的那些超导大佬和他数据比起来，那是还是相当有差距的。你看他的总引用是90327，过去5年的引用是51060，这什么概念这是先帝的级别他2008年一份 Complex Electric Materials 这么一个复杂热电材料的一篇论文，引用就11499，乖，他被引用最多的论文前5篇加起来就有25000次。这个西北大学是世界这个也是比较知名的高校了。那这位世界顶级的热电材料教授几乎和世界上所有的最高级的实验室都合作过，包括马普索NASA 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加州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那他在热电领域发表了400多篇出版物做出了非常有影响力的贡献。所以本来一篇普通的论文，由于这位大佬的背书就变得耐人寻味了。他这篇论文到底他讲了啥呢？我们看一下论文的题目论文题目叫什么呢？叫 Defect Chemistry of Doping of Lead Phosphate Oxoapatite 磷酸铅氧化石的缺陷化学和掺杂。那么磷酸铅氧化磷灰石就是被声称在掺铜后可以实现室温超导性，然而无法成功复现。那这一声明就引发了许多关于它的成分、非化学计量比例以及铜掺杂本身的疑问。那这些问题与本真缺陷化学和热力学相稳定性有关。我们预测了10度水平的铜掺杂这仍然导致了绝缘行为，与单晶测量一致。我们还排除了间隙铜掺杂，但实现了非预期的硫掺入是高度可能的。我们的发现强调了仔细表征母体成分和识别将最大化有意掺杂的合成条件的必要性。
后边又说说这个 apatite 啊，就铅磷灰石是一类常见的矿物，它是由通式 M10磷酸6 Z2 给出，那允许大的成分变化，包括阳离子和阴离子位点的部分或者完全的取代，就是我们屏幕上的这个 3D 的这个模型啊，形成非化学计量项和固溶体。这里M 通常是主族过渡金属或者稀土金属阳离子， Z 可以是氧离子、氟离子、氯离子、氢氧根、硫离子以及空位等。那多聚阴离子磷酸单元的变体，例如这个氧化铯也有报道。那声称掺铜的磷酸铅氧化磷灰石在室温下表现出超导性，然而科学界迅速进行了验证，但未能系统的重现所称的超导行为。从显示绝缘行为的铜掺杂铅磷灰石单晶，到硫化亚铜杂质的相变有关的观察，再到铜是否实际掺入结构，还有许多有待深入的理解相稳定性、掺杂及存在非化学计量项和无异杂质的开放性问题。我们就利用第一性原理缺陷和相稳定性计算来回答其中的一些问题。计算方法呢，见支持信息。那这个计算数据已经公开了，在 GitHub 上有上次对何日老师那个数据网上也有我们看看这篇论文的数据。哇，太多了，全是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看一下我们先看这篇论文的这个结论部分，说呢，我们研究了铅磷灰石的本真缺陷化学和掺杂以回答呢一些关于其组成存在非化学计量项以及铜掺杂及其对电子性质的影响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发现即使在掺铜的时候呢，铅和氧控位也是占主导地位的缺陷，它们将费米能级钉入在带隙中间区域，大概是 4.05 电子伏特的带隙，这就使得铅磷灰石成为一个绝缘体只有很少量的这个铜掺杂可以实现，这远远低于最初声称的 5% 到 10% 的掺杂。我们的结果与声称绝缘行为和透明单晶的实验是一致的。在我们的缺陷计算指导下，我们确定了诸如铅 9.5 磷酸6氧 0.5 之类的稳定的非化学计量项，这表明可能存在更多的氧非化学计量项。我们还揭示了存在硫取代的铅磷灰石项，比如铅 9.5 磷酸6氧 0.5 硫 0.5， 提出了无意中硫掺杂的可能性，因为其存在于反应混合物中。这个屏幕上这个图都有未来的研究应考虑硫掺杂的可能性，并仔细调整铜掺杂铅磷灰石的合成方法。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是吧？没有跌进硫化亚铜的坑里边。那这篇论文对于室温超导的研究，它有什么借鉴意义呢？那这也是这篇论文的这个特殊之处。通篇只提了2次 superconductivity， 就是超导即使提了也是在论文开头。说韩国人说这玩意儿超导，然后全世界都发现不超导，就完了完了，后边就再也没提这个超导了。所以这篇论文对室温超导的研究有没有啥借鉴意义呢？我觉得是有我们之前不是说过吗？政委其实也是成果，是吧？通过第一性的原理分析，证明了铅磷灰石即使在掺铜后仍然是绝缘体未能实现这个超导转变。从理论上解释了实验无法重现声称的这个室温超导行为。这就是说原始的 LK99 论文，就是那个狭义的 LK99 不超导不导。然后通过计算确定铅磷灰石可以形成铅 9.5 磷酸6氧 0.5 等多个非化学计量项，为未来搜索室温超导材料提供新的化学计量组成，探索呢非化学计量项的超导性有潜在价值的。那这个计算结果呢，也预测了铅磷灰石能够轻易的掺入杂质元素硫，这很可能影响它的超导性能。今后呢需要更仔细的控制
铅磷灰石的合成，以获得更高纯度的母体材料。合适的杂质，控制很关键。那铜啊，在这个纤维点掺杂呢，会导致不同的电荷态，对应不同的铜的价态，这会影响磁性和超导性能。今后呢，也需要更仔细的表征啊，铜掺杂条件下磁性和这个超导测量。那这个文章啊，就是分析了铅磷灰石的这些本真缺陷化学以及相稳定性，也为今后改进这个材料就提供了一些理论依据。相控制和缺陷控制对于实现室温超导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总体而言啊，文章就从理论上计算角度呢，预测和解释了铅磷灰石的缺陷化学、相稳定性和掺杂行为。但是天地留白呀，就是不说超导，所以这也是论文能发的原因之一。不然呢，你像 Griffin 那样的理论论文上来就导，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是不是论文里面提到一个词呢，叫非化学计量项？什么是非化学计量项呢？非化学计量项啊，就是non-stoichiometric phase 啊，它指的就是组成上偏离理想化学计量比的项或者化合物。所谓的化学计量比啊，就是stoichiometric ratio 啊，它指的就是化合物中的元素啊，它按照某种比例精确组合，满足充分反应所需要的量比。比如水氢二氧中的这个氢和氧就按2:1的比例混合。像我们屏幕上的这个 3D 的模型呢，就是标准的铅磷灰石的那个分子式啊，它的组成。而非化学计量项啊，就意味着化合物中的元素比例存在偏差，不再是理想的整数比，导致这个非化学量这个计量的这个原因啊，通常是该项稳定存在空位，或者杂质原子呢取代这些缺陷。比如文中提到的铅 9.5 磷酸6氧 0.5 就是一种非化学计量项。相比理想的这个计量比，就是刚才这个动画啊，这个铅10磷酸6氧，其中铅和氧的实际组成呢是存在缺陷，比例就偏离了整数值。那单元啊，它合成的这个铅 9.1 铜 0.9 磷酸6硫，这也是一种非化学计量项。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这种东西，所以非化学计量项的存在啊，就导致材料呢就发生变化啊，像单元上天的那个亮晶晶的样品是吧，就和黑乎乎的原来的老 LK99 的制品是完全不同。这也是这个论文分析铅磷灰石缺陷化学的意义之一。刚才啊，我们提到甄凯岱博士的这个加硫的配方，实际上这个论文不是也做了关于硫的很多的论述啊？虽然论文中没有直接论述这个硫元素是如何具体影响这个铅磷灰石的超导性能，但是提出计算预测在铅磷灰石的合成条件下，硫是极易取代氧进入铅磷灰石的结构中，形成类似什么铅10磷酸6氧 0.5 硫 0.5 这样的硫的取代项。这是不是和太原的式子有点像了？就和宁波材料所的论文相比啊，这篇论文呢是没有明确的论述氧离子通道的相关内容。不过呀，论文分析了铅磷灰石结构中氧离子的部分占据4亿 Wyckoff 位啊，那这个4亿位氧啊，具有较低的形成能，容易形成氧空位啊，所以这个论文呢还预测并证实了含氧空位的非化学计量项，就是铅 9.5 磷酸6氧 0.5 的存在。这就表明啊，铅磷灰石的结构中呢，原本部分占据的氧是比较活泼的成分，可能参与各项异性的这种扩散的通道。与当相邻的4氧Wyckoff氧被移除之后呢，很可能就形成利于氧扩散的通道。此外呢，这个硫取代这些4亿位的氧也是比较容易的。那考虑到硫和氧的体积和电负性的差异啊，硫的引入也会对原有的氧的通道产生影响。所以论文呢，虽然没有明确的描述氧通道，但计算结果呢，间接反映了铅磷灰石中啊这部分氧可能参与了扩散通道，并极易受到合成和掺杂的影响，从而改变氧的运动能力。这也是需要注意控制的因素之一。铅磷灰石中的这个本真点缺陷啊，像氧空位、铅空位的形成啊，随着化学式的变化，铜取代铅更为易形成，但是溶解度很低，验证了这个计算结果。所以硫取代氧稳定而且容易形成，而且相稳定性呢影响不大，那么也比较低。所以呢，就是相图中没有考虑这个竞争项的存在，这就表示铅磷灰石可能存在氧
非化学计量的项，所以文章后续就预测了这样一个项。所以简而言之呢，这篇这个论文呢，就是它计算了这个缺陷形成能所需要考量的条件，并在计算中呢，发现了迹象表明可能存在未确定的项，需要构建的更全面的这个项图。所以问题就来了，这篇论文没有深入的探讨超导，且引来了一位热电材料大佬的这个署名。所以呢，为什么这位 Jeffrey Sandor 教授作为热电材料界的这个顶级专家呀，他参与关于这个铅磷灰石的这个论文研究，肯定是有他的特殊考量。那第一呢，我觉得可能铅磷灰石呢作为一个新的矿物超导体材料，它可能也表现出复杂的热电特性。这个热电材料也与超导研究是有一定的这个相似之处的。第二呢，就是铅磷灰石的合成和相控制也与热电材料制备有这个类似的复杂性，温度梯度和纳米结构符合可能也是影响它未来的性能因素。第三个呢，就是掺杂和这个缺陷控制在热电材料中也起到了这个关键作用。这正是这个论文分析的内容。所以这些理论研究呢，可以相互的这种参考借鉴，是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论文预测的这个非化学计量项也为设计新型的这个热电材料提供了思路。所以新材料的发现往往伴随新物理的这个出现。第五呢，就是 Jeffrey Sandor 教授呢，他有 NASA 喷气实验室和加州理工学院以及马普所的这个应用背景。那么铜掺杂铅磷灰石的这个开放问题也需要应用角度的这种考量，是吧？也可能呢，就是完全的有情出演，我纯属瞎猜但是外国人是不是也像咱们这样讲人情、有情署名呢？那也许是杰弗里教授参与这个项目的主要原因所在，就是我上面瞎猜的那些。没准呢，他能通过这个论文的研究获得一些热电材料研究的新启示。而这种跨领域的合作，正是学术创新的源泉。所以国内的热电材料大佬们也关注一下呗。好的，这就是今天论文的长篇解读，谢谢大家收看，下次再见，拜拜。